我在深圳花了5000租了一个带露台的房子，露台是这样的，这样的。做之前先把瓷砖改个色，我选的这个颜色是牛奶白，直接就可以用在瓷砖上面，而且还是带有防水的效果。刷地面的时候感觉不是特别好看，当时我都以为要翻车了，结果刷了2、3遍以后，效果就出来了。来看看效果吧。我在网上面花了800块钱买的防腐木，结果快递放在小区门口就走了。收废品的大叔说30块钱帮我拉到小区楼下，木头4米一根，太长了，一个人根本就搬不上。最后大叔和我一起搬上了楼。外买的防腐木做出了价值800块钱买了防腐木，上个视频用来做悬空卡座的木板只用了1/3。几个视频我已经把悬空卡座和木地台做好了，做完还剩3块防腐木，确定好长度，量好木头的尺寸。我的桌子长度是1.5米，宽度是60公分，一根木板4米，刚好可以裁6块，3根木板刚好是18块。然后打好螺丝，把它固定起来。我一块木头打了2个洞，其实打1个就足够了。然后另外3边也是这样固定起来。便宜处理给我，说腿太高了就很突兀，太矮了又不方便。最后我决定用中间这个，高矮合适，而且还有层次感。看看这个蓝天白云，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做这个露台的原因。然后四周边角都打磨一下，我没有打磨得很平，我想让它有一点自然的弧度。打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护，不然灰尘真的很大。这个就是打磨好的效果。然后底座我也不打算固定起来了，因为到时候如果不用的话，我还方便收起来。然后就是刷上木蜡油，这样的话可以在户外使用，下雨天也不怕。如果不刷的话，木头下几次雨就黑了。左边是第2遍漆，右边是第1遍漆，至少要刷2遍。朋友来我家觉得这个挺好玩的，要帮我打下手。先切好木方，这个是拿来当框架固定作用。然后就是切割木板，拿来做滑翔的木板不需要太厚，0.8公分足够了。然后先把框架给固定好。固定2边的时候，我决定用螺丝，这样会稳固一些。这样的话就非常牢靠了。中间可以继续用螺丝固定，但是我用射钉枪比较方便，比较快。这玩意是真好用啊，至少提高了我1半的工作效率。第一次用射钉枪稍微修补一下，然后用射钉钿把木板固定在木方的2边，木板接缝的地方可以用气钉枪固定一下。
大致的框架就成型了，但是上面还没有木防固定，还不稳固。然后就是依次固定好另外3边。这是我另外一个画像，因为它靠墙那边凸起，所以就麻烦一点。考虑到稳固性，我还是决定用螺丝固定。然后和之前一样，固定好木板，再固定好上面的木防。其实这样已经可以使用了，好看一点。再拿一块木头分成2个45度的角，把不要的部分给去掉。这是没封边的样子，再给它封个边，是不是精致多了？我都有点佩服我自己了。接下来就是打磨表面，打磨好以后刷上木蜡油的效果会更好。一定要记得刷上木蜡油，否则容易坏。再钉好无纺布、直根板、陶粒。小区的菜地不要了，于是我去背了好多土，邻居还给了很多免费的幸福树19，大琴叶榕才15，我真的是太会过日子了。剩下的就是根据喜好给他们安一个家。我的小猫咪欧润菊已经迫不及待来这里玩了。再用点小石头装饰一下我的仙人掌，这里面只有2颗是我花了钱的，其他都是邻居送的。看看效果吧。首先给自己画几个饼，找不到那么大纸箱的可以学我把它们拼接起来，然后用纸盒折成一个三角形，用热熔胶把它跟底座固定起来，以此类推，这样就把框架给固定好了，而且非常牢固。用准备好的纸条把上下2层连接起来，纸条的长度最好测量一下，否则像我一样我只能垫一点东西，总的框架就做好了。当我做到一半的时候，服了你们2个，我都还没弄好啊，大哥！阿强，你到底怎么进去的啊？快点出去，别把我这个弄塌了。然后用4开的卡纸把它分成3份，然后再裁剪好，然后用双面胶把它对折粘好。做这个的时候，我突然想起了小时候看的《艺术创想》中的尼尔叔叔。有没有人和我一样，小时候特别想要他手里的那个万能胶水？就是用热熔胶一层一层的粘，一层浅绿，一层深绿。建议你可以跟小孩或者是朋友一起弄，2个人的话会快很多。最后来做一个星星。我是真的没有画画的天赋，然后我又重新画了一个，没办法了，只有1张纸，就这样吧。2张纸一起把它们剪下来，用热熔胶封一下边，然后为了让一个星星更立体点，我往里面塞了一点泡沫，然后就是把这些小球给粘上去，也是用热熔胶。这个球12块钱1桶，装上去就漂亮多了。就是用热熔胶的时候有点烫手，然后再去外面捡一点不要钱的松果。同样也是用热熔胶把它粘上去，粘上去的话你时间放久一点，不然会。小区大叔给了我2个木框，要做就做高级一点，先把木框给钉好，记得戴手套哈，然后把2边带钉子的木头给锯掉，可以用。这个是拿来做小路的柱子，长35毫分，6块钱买了2个木片，用射钉枪把它们固定好。这样肚子就做好了，然后把从浪子堆起来的4条腿给卸下来，把4条腿给打磨一下。你说这和新的有什么区别？然后把4条腿锯个斜口，这样好方便固定。再从中间钻一个孔，固定在2边。再给4条腿加个反压，加固一下。这样主体结构就做好了。接下来是做头的部分，这也是垃圾堆捡的木头，先把树皮给去掉，然后再打磨一下。现在就是注入灵魂的时候，给小路弄2个眼睛，顶上再打2个洞，剪2根树枝插在上面当鹿角，找一块木头给它当脖子，然后再打2个洞，用来连接头部，再给它做个接头手术，再做个接脖子手术，很明显手术很成功。现在开始做粉刷花架，具体的尺寸规格图我放在视频最后，有需要的话可以自行领取。中间的横梁与2边的腿高度要一致，然后用射钉枪把它们固定起来，再固定一下上面，这样会稳固一点。主体框架就做好了，另一边也是同样的方法，然后把2边的框架给连接起来，顶部钻一个孔，把它们连接在一起，上面也是同样的方法，主体框架就做好了。用之前没用完的木头做一个木箱，木头的尺寸要提前量好，否则的话画像可能放不进去。打磨一下边边角角，
然后就是固定好边框。我在两边加了2根小木头，是为了把木板直接钉在木头上面，这样会好看一些。然后用射钉枪把它固定好。接下来就是做房子和风车的部分。我没有一整块木板，于是就用3块小木板拼成一面墙，然后给小房子做一个小鞋底，两边固定一下就成了这样。给房子钻一个洞，轴承好放这，然后就是给它加上一点瓦片。封顶的话可以后面再弄，因为还要装上风车。小房子就做好了，然后就把房子给固定好。找2根一样长的木头做风车，我这个是70公分长，中间做好标记，挖2个槽，打一个孔，然后再固定一下，再固定上风车的桨叶。风车想要转动，必须要加这个轴承，这个轴承也是我用左腿改的。装好以后，简单的打磨一下，上漆更好看。我用的是水性漆，比较环保，没有什么刺鼻的味道。框架我选择的是奶绿色，这个颜色比较清新。风车和屋顶我选择了藏橘色，小路我给它刷了一个透明的清漆，看看效果吧。房东留下的床又小又丑，而且床垫特别硬，所以呢，我决定打算自己4米1根长的木头，把它标记好，平均分成4份。材料就准备好了，先画好标记，打好孔，这样不容易开裂。用水平仪打好线，标记好位置。框架做好了，现在来做2个床头灯。开个槽，装一个隐藏的插线板，然后接好电线，点亮一下，没问题就上桥安装。于是我在网上面买了木头，准备自己做。上个视频我已经把床头做好了，这期就来做床。木头4米1根，需要自己切割，然后再打安装孔。因为要打孔，先在木头上面做好标记。我用了打孔器，这样打孔的位置会更加精准。如果有一个洞没有打好，后面可能就安装不了。我用的是半月牙4合1连接垫，拧上螺丝，再打上2个木销子加固。把它翻一个面，现在主体已经非常牢固了，一下再加固一次，装上支腿。当时少买了2个，后面补上了。如果还不放心的话，可以一排打3个。这里面打上膨胀螺丝，这样会牢固很多。
再把螺丝拧紧，给床框上一个木漆，质感就上来了。最后注入灵魂，装好灯带和变压器。我在深圳花了5000租的房子，这个窗台实在是太丑了，我准备把它改一下。窗户长3米多，如果在网上面定制一块木板，再加上安装的费用，差不多要小1000块钱，还是自己做吧。第一次我选的是老款11字百叶，一个只要70多块钱，但是非常丑，一点都没有质感。后来我选择 L 型的百叶，质感非常好，而且也非常好拉。接下来就是安装窗台，先打好结构胶，然后把木板压紧压实。打好结构胶以后，放1个晚上，用重物压紧，等它干透。第2天用玻璃胶给它做一个美缝。我也是第一次打玻璃胶，不知道效果怎么样，有没有专业人士来评价一下？这个是改造前，不仅显得丑。这个门的颜色我真的忍了很久了，因为过道较窄，加上这个层高，还有灯光，显得特别压抑。准备改一个色，然后再做一个吊灯，给它拉低视觉效果。先把门给清理干净，这个膜真的很烦人。去除灰尘，免得刷漆的时候不平整。把手拆下来，更好的刷漆。贴好美纹纸，免得刷漆的时候弄脏旁边。我选择的是3清家的水晶漆，环保没有味道，关键一点是不需要打磨，小白也可以非常容易的上手。把漆倒到下面这个槽，第一遍先薄刷1次，滚筒刷不到地方用刷子补一下。这是刷完第1遍的样子。等过1个小时以后再刷第2遍，我一共刷了3遍，效果比我想象中的要好。表面是哑光磨砂的质感。接下来做一个吊灯。
上买的木头，自己做吧。视频最后有尺寸、价格，需要的话可以收藏。我的木头是4米一根，我还要先把它裁成1.8米一根，简单打磨一下，去除一下毛刺，然后把一些木头锯成20厘米的小段，然后把木头的两端切成一个30度的角，一个45度的角。我也不知道切了多少下，你们谁能帮我算一下？这个就是切好的样子。接下来就是给木头打洞，打洞的地方要测量好，多1厘米少1厘米它是立不起来的。然后又不知道钻了多少个洞。接着就是在木头上面钻一个小孔，然后用热熔胶把吸铁石给固定上去。接下来又要给木头钻洞，钻洞之前先做好标记。我在每条木头上面打了8个洞。给大家变个魔术。终于到了紧张刺激的组装环节，成败在此一举。组装没有多困难，就是从白天装到了黑夜。我太难了。切几块木板来固定，也是作为琴键的支撑脚。有了这块背板，琴键才能立起来，而且也能给整体加固。这个就是装上背板的样子。这里还要装一块小板。是为了固定吸铁石。偷个懒，我直接用热熔胶把铁片固定在上面，这样磁铁就能吸附到铁片上面。在网上面买的木头，尺寸和规格都放到视频最后，有需要可以保存收藏。木板4米一根，先把它裁成需要的尺寸。我随便摆了一下，大概就是这样的结构。接下来就是要给木板打孔，先做好标记。我用打孔器辅助打孔，否则不精准的话，后期是安装不上的。另外两边也得打孔，然后装上金属连接件。这个是床的横梁，需要开一个槽。接下来做床头，因为这个木头很粗，所以特别难转动。没想到转着转着，电钻居然冒烟了，只能先用手钻孔，然后再用凿子凿。接下来就是给木头上一个环保的木蜡油，全部弄好以后，准备拿去他们家安装。这是小区大叔借我的宝马，这引擎声是不是很拉风？开始组装，然后拧紧金属连接件，这样床腿就装好了。现在是固定床框的时候，钻一个孔，把螺丝沉下去。床头的孔打上木工胶，然后再把床头固定好，然后用加厚的角码把横梁固定上，这就是之前开槽的原因。中间再给它装一个支撑腿，再用螺丝把床板固定好。因为我预留了余量，装上床板以后，整个床都是平的，床就装好了。现在铺上床垫。朋友都有孩子了，和我还像个小孩一样。铺上4件套一起看。赶快等你的朋友做起来吧！我把厨房从这样改成了这样。出租房的这个柜子颜色很丑，而且高度很不合理。油烟机也跟没有一样，每次吵架都很呛。还有这个烟管也不知道是谁设计的，这期就来改造一下。先把这个柜门取下来，
然后把玻璃胶给割掉，取下固定的螺丝，锯掉柜子的1/4，重新打上螺丝固定好。房东看到了不会赶我走吧？装好以后再给它打上玻璃胶，把柜门的边框给拆下来，因为柜子去掉了1/4，玻璃也得去掉。重新裁好边框，打上玻璃胶，然后安装好。然后是给柜门刷漆，我选择了一个偏奶油的颜色。刷漆的时候至少要刷3遍，第1遍要毛刷，剩下的干了以后再刷。我家欧润局在旁边监工，我都不敢偷懒。刷好漆以后，把柜门给装上。清洁一下之前的油污，安装油烟机的师傅来切割台面，这个花了150块钱。本来这个我可以自己弄的，看他也不容易，就给他赚了。该说不说，这套白色烟罩颜值是真高啊！接下来用之前剩下的木头做2个置物架，给大家编个魔术。打孔之前要看一下旁边有没有电线，我用的是隐藏1字板膨胀螺丝。接下来给木头做好标记，打孔。装好了，但是还差了一点感觉。在木板上面开一个槽，我准备把灯带镶嵌在里面，注入灵魂灯带。我在厨房装了传感器，走进去就会亮。最后再把丑陋的烟管给遮住。新烟机的吸力果然比便宜的效果好，挥手就能感应开关风速，不怕弄脏面板。我平时喜欢重油重辣，爆炒完全没有压力，火力十足，油烟无处可逃。关键白色真的比黑色好打理多了，而且颜值更高。汤洒了也有熄火保护，安全感十足。加点钱一步到位，买个好的，用起来就是省心。木板，然后用网友提供的尺寸图1:1投影在木板上，画出轮廓，然后用曲线锯沿着轮廓开始施工。因为柴窑会歪歪扭扭，很多部件都是不规则的形状，做这个非常考验耐心。先把弧线的地方锯好，再把直线的零件给锯出来。想要细节做得好看一点，用修边机给它做了个圆弧的倒角，然后打磨一下。我也不知道做了多久，反正是从白天做到了黑夜。其实也没有加工多少木板，也就几十块了，对吧？没关系，我哭1个月就好了。前面只是开始，最难的部分来了，就是两边弯曲的木板。看到大武这样做，好像很简单，我也来试试。在木板的背面锯槽，相隔5到15毫米，锯的深度要看弯曲的角度。先拿一块小板试了一下，大概就是这样，然后再喷上木板软化剂，这个弹性还不错吧？然后用木工夹把两边固定起来。原本我以为很顺利，按着正常的方向发展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它就要出意外了。可能是我在背面也喷了软化剂，把这个胶给软化了，水就裂开了。没办法，只能重新再做一块。不出意外的话，它又出意外了。这个我刚才拿去不是啊。我太难了。我也没有木头再弄了，后期把它拼接好吧，重新给它固定好，断开的地方用胶水粘好。这玩意是一点都不费时间和精力，所以我建议你们也做一个。然后把另外一边的框再给固定好。
客厅这个角落空空的，还是不规则的形状。前几天在网上冲浪的时候，发现一款置物架还挺喜欢，这样子还是买材料自己来做。因为我买的是一整块板子，所以要自己开料。先测量好我需要的尺寸，然后开始切割需要的板材。布置我放在视频最后，有需要的话可以截图保存。先来做两边的侧板，把需要去掉的部分做好标记。去掉的4个角有弧度先画好，在线内钻一个孔，然后用曲线锯沿着画好的线切割。同样的姿势再做几次。接下来是做底板2块扇形，先画好一个圆，然后用曲线锯锯好，待会再把它分成4份，然后用修边机给它做一个弧形的倒角。然后再打磨一下，等一下好刷漆。底部要跟不锈钢支架连接，所以先要打好孔。接下来是给隔板打孔，然后给木板刷上木蜡油。要想好看，就得一层一层慢慢刷。网上买的不锈钢管焊接一下就成了底座。接下来就到了精装刺激的主头环节。我有一个房间，平时拿来办公，现在用的比较少，所以呢，准备打算给它做一个床。买了材料，准备自己切割。先量好尺寸，然后把木头切成10厘米的小方块。听到他说给我介绍女朋友，好像干活都更有力气了。接下来就是切割床板，又是从白天干到了黑夜。这个木板是1米的，然后放3个木块，用螺丝固定好。一共要做8个，4个一组。接下来再用1.8米的这块板子把4个底座给连接起来。如果你想做尺寸小一点的，可以自行调节。再固定好上面的床板，最后把2个底座拼起来，就是一张1.8米乘2米的大床了。接下来做床头部分，把木板连接起来。然后其他3个面用气钉枪固定好。打磨一下毛刺。接下来制作米漆的部分，用曲线锯把它轮廓锯出来，然后再上好色就完成了。最后再用螺丝把米漆固定在床头上，装上百叶帘。2个床板是分开的，然后还方便打扫，稳定性也很不错，在床上激烈运动也不会有异响。刚好朋友买的床垫也到了，把我家发财给下了个急。我先帮他试试质量，它是厚的更舒服，以后就选30厘米的了。多层板，让老板帮我切成3份，好带回家。先测量好柜门的尺寸，是2块板一起切割，这样的话避免误差。然后给柜门封边，我买的是带热熔胶的封边条，用风枪加热就行。接下来就是给它修边，一定要均匀用力，而且手一定要稳。这是我第一次封边的时候，很丑，找到诀窍以后就好多了。我都不敢相信，我居然能封这么好。之前的柜门给拆除，拆掉旧水槽，之前的小单槽洗过的时候很难完全放进去，所以也容易溅到台面。趁这次改造，根据尺寸和功能换成了横截的灰晶气垫大单槽。我做的是台中盆，这样有半嵌入的感觉，更方便日后的清洁卫生。
特意选的这款水槽表面用的是纳米气垫层，不易沾水沾油。再放上组合装的盆中盆滴水篮，就变成了双槽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前几天我在小区闲逛的时候，发现了一堆被人丢弃的木头。先把木头上的旧钉子给处理一下。木头很好，就是有点黑锤子，用完了别人的东西，咱们得把它收起来。先把木头处理一下，不要的地方给锯掉，然后再量好尺寸。尺寸图我已经放在视频最后，有需要的可以去看。然后就是把木头给打磨一下，打磨以后就非常漂亮了。先做两边的腿，用夹子把木头给固定起来，然后打洞。把4个角固定起来，两边就做好了。然后就是做中间的框。因为我也是在网上面看到一张图片，没有任何的视频教程，我只能一点一点摸索。因为侧边我不想出现钉子，所以的话，我想用圆形榫来固定。先简单的做好标记，然后是开个榫眼。让它更牢固，我用了一点胶水。这里我就没有用榫了，先用结构胶固定一下，然后背面再用这里墙固定。大功告成，为了向朋友分享这份喜悦，于是我买了一个羊腿。